Hello， 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哦。看到这只如此凶恶的单体巨兽，没有错，我今天使用的是暗精灵。然后这边是领主，我们这边来快速介绍一下我方这边的阵营。首先，领主马路斯，我是让他骑乘冷蜥啊。那它最大的特色是它可以变身，这边有提到。不过它变身不像是大震弹那一种可以在2个形态切换，它是变身过后就没办法再变回来了，所以要谨慎使用。那我这边带的英雄是一个黑暗系的术士，等等可以看到他的法术发挥。那我们这边现在简单看一下我方的阵营，前面是长毛兵，那后面是主要的近战输出黑色方舟海盗，那在后面一点呢是这个弓箭手单手弓，我们这边可以拉近看一下，他除了拿单手弓以外，他本身也是有一定的近战能力，算是一些能自保就对了。那再来就是这只战争多头蛇，它也是跟普通版本一样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自我补血，它可以反反复复，总共可以补4次，就是断一颗头补血1次这样子。那后面放的是死神弩炮，不过呢，我方外围还是有放单位，这边放2队暗黑骑手，这边也放了2队暗黑骑手迟钝的版本，然后现在已经被对方发现了。那这边顺便介绍一下对方的阵营，这边是鼠人，那现在发现我方单位的是这个投石者，就是非常廉价的远程单位啊。我们这边看一下，一定又是出非常多的奴隶鼠。那这边还有出的是崩山旧炮，这个很可怕。这个精英版本它射出来是大量的子母弹，这个射出去非常的可怕，会造成极大的死伤。然后变异火枪队算是射程距离非常远的弓箭手，它的威力也是非常的强大。然后这边也是奴隶鼠，这也是奴隶鼠。次元钻孔机，强大的近战单位，然后有着不俗的破甲能力，这个好用。爱心3等队，这个主要麻烦的是在它本身带有逆中效果，所以通常发现的时候距离都会被贴很近，可能都来不及反应，这个很危险。然后这边还有一队是毒气版的旧炮，这个射出去过它的毒跟我们普通的中毒意思不太一样。这边看一下，它是持续型的每秒伤害，等于说它会造成一个小范围的毒气，然后你会在那边会被持续扣血，比较麻烦，很容易打着突然就莫名其妙消失了。那这个鼠人少数的单体巨兽啦，它主要是反步兵的，不过呢，它的护甲依旧还是很可怜啊，只有30。然后最后这边也是一队奴隶。好，我们来进入战斗吧，因为已经准备要开打了。好，这边还有一队工程单位没有介绍，这个投弹器、投射器。因为一开始我看到对方有炮兵，炮兵绝对不能放过啊！炮兵是双方部队接触之前非常好的输出。那我这边就是尽可能的靠我方的骑兵单位去冲撞、拉扯、撞对方的炮兵，不要让他可以舒舒服服的做事情。只要炮兵前期被干扰，那它的作用就后面就很难过了。那这边另外2队呢，去冲撞对方的崩山旧炮，2个版本都要撞一下。
因为崩山旧炮真的没有处理，只要让它开炮，非常容易造成大量的损失。尤其假设是两兵在交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会非常危险。他只要开个1-2炮，那个战况就不太一样。我觉得崩山旧炮感觉比这个投射器更危险，更需要早点处理。那我这边的4队就是反正就是不断的迂回就对了。他这边正面快要接战了，他这个打到伤害是打到一点点而已，所以伤害还好。然后这边是奴隶跟这个风暴害鼠这2种组合。不过因为我要分2边啊，所以队伍数量会比较少。那这边也开始接战了，这边看起来不太妙啊。不过我方后面还是有弓箭手在做输出，这时候我的重心基本上都放在骑兵这边，因为我知道对方的正面其实威胁没有想象中来大，反而像崩山旧炮啦这种东西，一定要处理掉。就算没有把他们击杀，我也不能让他那么高兴的开火。能哑火是能哑火，能击杀是能击杀，这个是他们队伍的主要输出单位。好，这队精英版本的也差不多，感觉没戏唱了。然后这边是毒气版本的，也非常危险，被盯上了。我们看一下正面的战场哦，这边讲基本上就是直接围殴啦，就是斗殴在一起就对了。然后蜀人这基本上每次就看起来就是数量非常的多。好，这边放一个法术过去，刚好有抓到对方2队啊，伤害还算蛮痛的。不过基本上都是在打奴隶，就还好。啊，这队在发呆，这队没有贴上去，因为这时候可以算是3个战场，这边基本上都是让它自动了。因为这边我的主要战场是在这边，我的操作都放在这边。好，已经把对方的崩山旧炮一队确定打完了，那剩下这一队，我们看一下他的攻击，他是这样子，然后这边就全部都会被染上那个中毒状态，然后就开始会一段时间会持续扣血。所以才说，如果你看他对方朝这边，他朝着我方这边不断射击的话，这样子反反复复下来，这个伤害其实很可观的啊。这个毒气旧炮，不要小看他这样子，感觉好像单下伤害不怎么样。他可怕的是这样不断的射击，然后就不断的中毒，那之后的部队就直接消失了。好，这边刚好有一个法术要下来了，不过蛮可惜的，基本上是没有砸到什么东西。好，这边的马路斯好像也变身了，对，这边也变身了，然后快速把对方给那个清除掉。变身过后的马路斯会一开始血会全满，然后之后会开始不断的扣血，这我就觉得很奇怪。点了一下，然后他撞一下就跑了，没有继续追。这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怪怪的，就有时候觉得我明明有点不对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判定撞到过就直接发呆了。好，那这边对方基本上都已经跑完了，剩下的是这边这个风暴害鼠。我们这边直接加速过去，因为它是永不溃散，所以导致一直在那边纠缠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基本上前面这边会斩杀掉的都是奴隶属啊。重点是放在刚刚后面这个暗黑骑手，这4队真的是本场的 MVP 啊！因为这4队导致对方的主要的远程输出基本上都没做到事。这个
变异火枪队，还有这2队的旧炮，然后甚至连炮兵刚开始也没做到什么事情，很快就被我打残废了。这个是刚好对面近战的东西，我是没有很害怕，所以前面我虽然说分叉成2队到3队，但是基本上也放置了，只要把对方的几个比较危险单位处理掉，那剩下就是随便打，真的，这个就是算是要靠经验去判断，你要判断说对方这个队伍底下哪个东西你觉得比较危险，要越早处理掉越好，用最小的方式去跟对方换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影片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